你可能也有过这样的经历，自己什么都没说，也没刻意得罪谁，却总觉得有些人针对你。本来关系不错的同事、朋友，慢慢跟你疏远，甚至在背后小圈子里把你排除在外。这种感觉很难受，不仅让人困惑，也会让人怀疑是不是自己哪里做错了。但事实上，被排挤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你不够好，而是因为你太好了。小美刚进公司，做事认真，业绩突出，主管常在会议上夸她，让原本在部门里混日子的俊逸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俊逸没有直接跟小美冲突，而是悄悄展开小人三部曲：一、背后放话。俊逸在茶水间不经意地说，小美是很厉害了，就是有点太爱表现了，总是想抢风头。这句话立刻在同事之间埋下怀疑的种子。二、扭曲事实。某次团队资料延迟交付，本来是因为俊逸忘了传档案，但他却暗示好像是小美那边出了问题。同事们半信半疑，开始觉得小美并没有那么可靠。三、拉帮结派。下班聚会时，俊逸故意不邀请小美，还对大家说，他应该不喜欢跟我们玩吧，那就别打扰他了。久而久之，小美发现自己越来越像是圈子里的透明人。小美一开始很困惑，我明明什么都没做错啊。后来才渐渐发现，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她，而在于俊逸的不安与嫉妒。后来小美用了几个方法：一、抓住事实，不怕厘清。当有人模糊指责她时，她会平静地问，你说的这件事能具体一点吗？逼对方无法再乱编。二、树立专业形象。小美持续专注于把工作做好，让业绩与专业成为最有力的反击。三、适度硬气。当俊逸在会议上故意找茬时，小美直接正视他，你这句话的意思是让俊逸一时间下不了台。四、不把小人放在心里。小美懂得了，别人的恶意是对方的问题，而不是自己的错。最后，主管与大部分同事都逐渐看清俊逸的小动作，小美反而因为冷静、专业赢得更多尊重。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？明明自己什么都没做，却发现同事慢慢不跟你说话，朋友聚会开始少叫你，甚至有人背地里说你坏话，那种被孤立、被针对的感觉很憋屈，也很心酸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有些人什么都不说，却总有人非针对他不可？为什么你越低调，越容易被忽视，甚至被排挤？这背后其实有一套残酷的人性游戏。你以为人缘好就能避免被孤立吗？错，往往越善良、不争不抢的人，越容易成为人群里的依赖。而真正把你推到边缘的，并不是你的问题，而是人性的阴暗。一、你的与众不同让人不安。很多人习惯追随大众，说话有话术，做事有套路，生怕不合群，而你可能比较直率，不会逢场作戏，或是比较安静，不喜欢凑热闹，又或者你不愿意搞那些小团体背后嚼舌根的事。这样的人本来没错，甚至很干净很真诚，但在人际圈里，这样反而显得不合群，让某些人觉得你是个异类。更严重的是，你的真诚会让那些习惯虚伪的人觉得难堪，因为在你面前，他们的假面具显得格外明显。久而久之，他们选择避开你，甚至默契的把你排除，来减轻内心的不安。二、你的优势成了别人的压力。也许你能力很强，工作成绩出色，也许你有让人羡慕的外形或良好的家境，也许你心态沉稳，说话有逻辑，遇事不慌，这些都是你的光芒。但光太亮时，却会刺痛一些人的眼睛。在一个风气不健康的环境里，你的优秀不是被欣赏，而是被嫉妒。那些平庸的人会因为你的存在，时时感觉到自己的不足，于是他们选择远离你，甚至暗暗希望你出错。三、暗中作祟的小人。很多时候，真正针对你的不是所有人，而是某个小人。小人跟普通的极度不同，普通人可能一时心里酸，但还是能接受。
小人却会把嫉妒转化成恶意，他们会造谣歪曲事实，在别人耳边悄悄放毒，甚至故意在关键时候孤立你，让你在团体里慢慢被边缘化。这种操作最可怕的地方是，他们不会直接冲你来，而是改变别人对你的看法。等你发现时，身边已经多了一道看不见的墙。小人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见不得别人好，他们不是单纯的嫉妒，而是会把嫉妒转化成恶意，借由打压别人，获取心理上的快感。他们内心其实是自卑的，因为和别人比较时，总觉得自己输了，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把对方拉下来。那该怎么办？一、抓住事实，不怕厘清。小人最常用的手段就是模糊带过，含沙射影。如果你选择沉默，别人会以为好像真有这回事。所以当有人拐弯抹角时，你可以具体化问题。你刚刚说我资料延迟是指哪一份档案？我这里记录显示是昨天准时交了哦。用问题反问，你说我爱抢风头，能举个例子吗？我想检讨改进，这不是争辩，而是让谣言变成需要举证的指控。通常小人一旦被要求讲清楚，他们就心虚了。二、树立专业形象，让实力说话。小人能破坏的是印象，但他们动不了你的根基。最强的防御就是把专业做到极致，让大家即使听过流言，也不得不承认你的价值。专注于成果，用数字绩效、实际成品说话，保持稳定输出，不因被针对就心浮气躁，反而更冷静完成任务。记录过程，保留邮件讯息或档案记录，遇到误会时能立刻拿出铁证。人们的记忆是短暂的，但一次次可靠的表现会逐渐盖过流言。三、适度硬气，必要时正面回击。忍让并不总是美德，有时候太软弱，只会让小人更嚣张。你不需要吵架，但要让对方知道你不是软柿子。公开澄清，在会议或多人场合冷静反问，这件事如果有问题，可以现在厘清，大家一起听听也好。语气平静但坚决，不要带情绪，不要大声吵架，而是以理直气壮的方式回应，让对方收敛。一旦小人发现再乱来会让自己丢脸，他们就会收敛许多。这不仅能保护自己，也会让旁观者改变对你的看法。原来你敢为自己发声，不是好欺负的人。四、心态升级，不把小人放在心里。最重要的一点，小人之所以能伤害你，是因为你太在意。你要明白，小人暗中作祟，本质是因为你的存在让他们感到威胁，所以他们才急着打压你。换个角度，被针对反而代表你有东西值得他们眼红。专注自己能控制的事，工作、学习、成长，而不是浪费能量去揣测他们的小动作。时间会说话，一时的谣言挡不住长期的专业与人格。心理暗示，当你觉得被孤立，可以提醒自己，这不是我不够好，而是我太好了，才让对方心里不安。所以当你被孤立时，不代表你不够好，恰恰相反，那是因为你身上有别人没有的光。记住，小人能夺走的只是你一时的情绪，却动不了你真正的价值。稳住自己，分清真与假，该强硬时绝不退缩。当你学会在人际暗流里游刃有余，孤立将不再是伤害，而是筛选。如果你正在经历这些，不要急着怀疑自己。被排挤不代表你输了，反而意味着你已经无形中赢了。因为能让别人嫉妒的，从来不是平庸，而是优秀。别因为几颗小石子而停下脚步，走稳了，眼前的风波终将成为你更坚强的养分。